想吃黑椒牛肉片，再也不用去西餐厅了，我们自己在家也能做出鲜香滑嫩的黑椒牛肉片，味道一点也不比饭店的差。我们先把牛里脊逆着纹路切成薄片，做牛肉的时候想要嫩滑好吃，腌制非常关键，这个是很多西餐厅都在用的黑椒腌料，还可以用它来腌牛排、腌猪排都非常的好吃。其他什么调料都不需要放了，炸匀后加1勺食用油，锁住牛肉的水分。热锅凉油，下入牛肉，开大火快速翻炒至变色后盛出，另起锅倒入青红辣椒、洋葱，炒出香味，然后下入牛肉翻炒个5、6、7、8下即可出锅。这样炒出来的牛肉又香又滑嫩，香气扑鼻，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吃。常吃牛肉具有多种好处，牛肉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，含有丰富的肌肉纤维和氨基酸，有助于增强肌肉，补充体力。对于运动员和体力劳动者来说，牛肉是一种很好的营养来源。逢年过节招待亲朋的餐桌上一定要有这道招财进宝，寓意招来财气，金元宝滚滚而来。首先肉末里加姜葱、盐、鸡精、胡椒粉，少许蚝油，打入一个鸡蛋，向着太阳的方向搅拌上劲，再把香菇丁捏掉，放上调好的肉馅，碗中倒入一袋小酥肉粉，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，再加适量清水，调成能拉丝的酸奶状，再倒1勺食用油，用这个面糊炸大虾、炸蔬菜都非常酥脆好吃。香菇裹上面糊，6成油温下锅炸，中火炸至金黄酥脆即可。这样做的炸香菇，一口一个又香又脆，过年你也给家人做起来吧。香菇是一种常见的食用菌，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，具有多种好处，例如提高免疫力。香菇含有多糖、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，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，促进消化。香菇含有纤维素和果胶等成分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有助于消化。降低胆固醇，香菇含有酪氨酸、氧化镁等物质，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。抗癌，香菇含有多糖和香菇素等成分，具有一定的抗癌作用。保护心血管，香菇含有酪氨酸、氧化镁等物质，有助于降低血压和血脂，保护心血管健康。大家好，很多人在做鱼的时候都直接用料酒和盐来腌制，其实那样做是不对的，那样腌出来的鱼肉又老又柴。今天教你一招，腌出来的鱼肉比豆腐还嫩，而且没有腥味，做法还非常的简单，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来准备一条草鱼，然后把它清洗干净。我们在处理鱼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肚子里的黑膜清洗干净，不然的话这层黑膜很腥而且很苦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把鱼鳍剪下来，鱼鳍上面没有肉，而且有一层黏糊糊的东西，非常的腥。把所有的鱼鳍都给它剪干净，然后我们在鱼鳃和鱼尾的下面轻轻地划上一刀，给它开一个小口子，然后我们就能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小白点，那个就是鱼心线。用右手拉住鱼心线，再用左手轻轻地拍打，这样就能慢慢地把鱼心线给抽出来了。看一下，这就是鱼心线。鱼心线很腥，做鱼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去掉，然后再给它翻过来，另一面也用同样的方法把鱼心线抽出来，然后把鱼头和鱼尾给它切下来。鱼头和鱼尾可以留着下次炖汤喝，鱼头和鱼尾用它们炖汤也是很美味的。然后把鱼切成大一点的小块，厚度在2厘米左右就可以。鱼肉尽量切得厚一点，这样吃起来更过瘾，而且我们在煎炸的时候也不容易破。鱼段切好之后，再从中间一分为2，这样切的鱼块比较容易入味。全部切好之后放入大一点的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碗，加入1小勺盐，少许的白糖，适量的胡椒粉，再加入1勺生抽，1勺老抽，1勺啤酒，1勺辣椒酱，然后用勺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让所有的调料充分融合。搅匀之后，再把切好的鱼块倒进来，然后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块鱼肉都裹上一层薄薄的料汁。这里要多搅拌一会儿，这样鱼肉更加的入味。
搅拌均匀之后，放一旁腌制20分钟左右。再来准备一块老豆腐，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半个洋葱，改刀切成洋葱丝，切好之后用手给它抖散，然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金针菇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准备一小块生姜，改刀切成小丁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把大蒜，切成小粒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3个小米椒，切成小米椒圈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半个红椒，切成条，再改刀切成小丁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，改刀切成长长的小段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然后把砂锅烧热，加入少许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把姜蒜片加进来，翻炒出香味。炒香之后再把洋葱加进来，翻炒均匀，炒出香味。再把金针菇也加进来，均匀的平铺在上面。再把豆腐平铺在金针菇上面。再把腌好的鱼块均匀地铺在上面。我们这样腌出来的鱼肉非常的入味，它的口感鲜嫩多汁。然后把腌鱼的料汁也倒进来，然后在盐的锅边加入一瓶啤酒，啤酒能去腥增香，而且能让鱼肉更加的鲜嫩。然后盖上盖子，转中火煮6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再把小米椒加进来，葱段也加进来，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，满屋子都充满了香味，鱼肉吃起来鲜嫩入味，豆腐和金针菇也吸饱了汤汁，吃起来特别的入味好吃。天冷的时候做上这么一锅，吃得太过瘾了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鸡翅买回来别只会可乐啦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懒人做法，做法就像烧开水一样简单，保证你吃一次就忘不了。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碗温开水，加入1小勺盐，然后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，把食盐搅拌至融化。再来准备10块钱的鸡翅，放入盐水中，把鸡翅清洗一下。这里加入了食盐，不但有杀菌的作用，而且还能够快速地泡出鸡翅里面的血水，这样可以达到去腥的效果。给它浸泡5分钟左右，然后用流动的清水给它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之后再控干水分，放到案板上，然后像这样给它打上花刀，这样更加容易入味。打花刀的时候，我们要在肉质比较厚的那一面，另外一面就不需要打了。全部打好之后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全部打好之后，凉水下锅，再加入切好的葱姜，1勺料酒去腥增香。大火烧开之后，再把上面的浮沫捞出来，这些浮沫都是腥味的来源，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。浮沫捞干净之后，再煮3分钟左右，然后用筷子像这样一个一个给它夹出来，装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小段大葱，先切成葱丝，然后改刀切成葱花。再来准备2瓣大蒜，改刀切成蒜片，切好之后再给它剁成蒜末。1小块生姜，先切成薄片，再改刀切成姜丝，最后切成姜末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个小碗，加入1勺生抽，1勺蚝油提鲜，1小勺盐，1勺胡椒粉。如果家里有蜂蜜，再加入1勺蜂蜜，没有可以用白糖，1勺料酒，再加入半碗温开水，
这里一定要用温水，防止蜂蜜遇冷而硬化，导致里面的调料搅拌不开。然后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然后起锅加入少许食用油，油热之前我们可以用厨房纸把鸡翅表面的水分擦干净，这样下锅的时候就不会溅油。然后把鸡翅一个一个放入锅中，开小火慢慢煎。煎的时候可以轻轻地晃动锅子，让它受得更加均匀。一面煎至金黄之后，再给它们翻个面，继续开小火慢慢煎，把两面都煎至金黄，全程都要用小火慢慢煎。煎至两面金黄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煎出了很多的油。然后我们把油盛出来一部分，可以留着炒菜用。然后用筷子把鸡翅夹到一边，再把切好的葱姜蒜末放进来，给它炒出香味。炒出香味之后，再用铲子一起翻炒，翻炒均匀，让每一块鸡翅上面都裹上一层葱姜蒜末，像这样就可以了，看起来就很香。再把调好的料汁慢慢倒进来，然后盖上盖子，煮开之后转中小火煮5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鸡翅这样做真的是太香了，颜色看起来也非常的漂亮。它的口感外焦里嫩，香气浓郁，非常的入味，吃上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。然后给它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啦。这样做出来的鸡翅比烤鸡翅和可乐鸡翅都要好吃，关键是做法还非常的简单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办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早餐别总是吃油条了，今天教你懒人做法，不用揉面也不用擀面，5分钟就可以出锅，比油条还要好吃又营养。这也是我家最喜欢吃的早餐，做一次7天都不用起早。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韭菜，控干水分之后给它切成小碎丁，尽量切得碎一点，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，然后碗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让韭菜均匀的裹上一层食用油，这样可以锁住韭菜里面的水分。搅拌均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去皮的胡萝卜，先改刀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刀工不好的朋友也可以用擦丝器擦成细丝。最后切成小碎丁，也不用切得太碎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把泡发好的木耳，给它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之后控干水分，先改刀切成细丝，然后再用刀给它剁得碎一点。剁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个小碗，打入3个正经的鸡蛋，用筷子把鸡蛋搅散，搅拌均匀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起锅加入少许油，油热之后把鸡蛋液倒入锅中，然后用筷子快速把鸡蛋液搅散，把鸡蛋液炒成鸡蛋花。炒好之后再把胡萝卜丝加进来翻炒。胡萝卜炒过之后更能释放出胡萝卜里面的营养。把胡萝卜炒软之后再给它盛出来，给它放到韭菜里面，再把切好的木耳也加进来，往里面加入1小勺盐，1勺蚝油，适量的小磨香油，一点点虾皮增加口感，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搅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2块钱的馄饨皮，取一张出来放上馅料，把它整理一下，然后在馄饨皮边缘刷上清水，这样可以起到粘合的作用，不容易散开。
然后从一头像这样给它包起来，卷的时候尽量卷得紧实一点，卷好之后把两边按压一下，这样馅料就不会露出来了。这样一个简单的生坯就做好啦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又快速？做好之后先放一旁备用，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点，放在冰箱里冷冻保存，吃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做早餐，几分钟就能搞定，非常的简单又快速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打入2个鸡蛋，在碗里面加入1勺玉米淀粉，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搅拌至没有干淀粉颗粒就可以。再把做好的生坯放到鸡蛋液里面，给它均匀的裹上一层鸡蛋液，像这样薄薄的一层鸡蛋液就可以。然后提前把锅中的油温烧至5成热，再把做好的生坯一个一个放进来。刚下锅的时候先不要动它，炸至鸡蛋液定型之后，用筷子翻动翻动，让它受热更加均匀。馄饨皮很薄，非常容易熟，所以炸的时间也不用太长，全程3分钟左右就可以。炸至表面金黄酥脆就可以啦，像这样就可以，金黄金黄的。然后用漏勺把它捞出来控油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，外皮焦香酥脆，里面的馅料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，有鸡蛋、胡萝卜和韭菜，味道也是非常的鲜美，用它来当早餐真的是太香太好吃了，全家人都非常的喜欢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办，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黄豆别只会打豆浆了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，放到锅里蒸一蒸，出锅瞬间变美食。一位农村的老奶奶就靠这道菜在北京买了3套房，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碗，倒入500克的干黄豆，再加入适量的凉水，浸泡8个小时左右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一定要用凉水，不要用其他的水。这是我泡好的黄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变得胖乎乎的，颗粒饱满。然后把它控干水分，全部倒入蒸笼里面，把它平铺均匀。家里有条件的还可以加入一把花生米，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。然后盖上盖子，水开之后大火蒸1个小时。如果家里有高压锅，也可以用高压锅压2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。我们取1颗黄豆出来，用手轻轻地捏一下，感觉到黄豆非常的软烂。花生米也是一样，非常的软烂。这种状态就说明已经蒸好了。然后放一旁放凉备用。接下来准备半斤这样的甜面酱，1斤黄豆我们要用半斤酱，准备好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再来准备一些香料，准备1把花椒，几个八角、香叶、桂皮，喜欢吃辣的还可以加一些干辣椒。再来准备一些切好的姜末、葱花，这个葱花要多一点，比姜末多1半左右。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然后起锅加入多一点的花生油，如果没有花生油也可以用其他的油，有的用量大概500毫升左右。然后把准备好的香料倒入锅中，开小火慢慢熬。如果火太大了，容易炸黑了，把这些香料炸至微微发黄就可以。如果炸糊了会发苦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准备一个密集点的漏勺，把所有的香料都打捞出来不要，这时候我们的油闻起来非常的香。然后转中火，把葱花和姜末倒进来，用铲子慢慢的搅拌，让它受热均匀，把葱姜的香味炒出来。这里炒的时间不用太长，如果炒糊了容易发苦，炒至变色就可以。然后把准备好的甜面酱倒入锅中，这个勺子和碗一定要刮干净了，不要浪费了。然后小火慢慢熬，用油把这个甜面酱熬出酱香味，这
这个过程大概需要3分钟左右。熬出香味之后，再把放凉的花生米和黄豆也加进来，然后我们来调味，加入2大勺食用盐，再加入1勺味精、1大勺鸡精、白糖1大勺提鲜，最后加点蚝油。蚝油有很好的提味提鲜的作用，再加入适量的老抽，颜色更加的漂亮。然后开中火，用铲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的调料充分的融合，大概需要熬10分钟左右，把花生米和黄豆里面的水分熬干，这样还能够延长保质期。这是10分钟后的效果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黄豆酱非常的有食欲。这时候满屋子都飘着浓浓的酱香味，像这样就可以关火啦。然后把熬好的酱倒入大一点的碗中，放凉之后再放入冰箱里冷藏保存，放上2个月都不会坏。平时我们用它来夹个馒头，或者是拌个面条，都非常的好吃。自己做干净又卫生，也可以用保鲜盒或者是密封罐来保存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